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到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95岁奇迹奶奶，生理年龄仅36秒，容貌年轻，她的冻龄秘诀在这儿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最近，网上出现了一位被大家热议的冻龄奶奶，和我们印象中那些冻龄美女不同，她并不是靠着医美和浓妆把70、80岁的年龄硬生生捂成50、60岁的样子。相反，她的面貌乍看之下甚至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眉眼间依旧写着时光的印记。但是和比她小20岁的冻龄传奇奶奶们比起来，她没有那种显而易见的老态。如果只看她的头发，确实已经是满头银丝，可再看她的皮肤，却是透亮红润，不带辉煌与松弛，哪怕素面朝天也依旧细腻紧实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她身上完全没有常见的木气，哪怕是低着头，眼皮微垂，那双眼睛依旧透着澄澈与灵动，让人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她活得很鲜活。其实真正的年轻态并不只是几条皱纹、几根白发的事，而是一种藏在骨子里的鲜活生命力。一个人若是浑身都透着生机，就算头发白了，眼角有了细纹，也丝毫不显老气。可若是没有了那股精气神，哪怕年纪不大，看起来也难免一副未老先衰的模样。人老了之后，不论再怎么医美打扮，只要生理机能下降，看着都会很显老态。刻意的扮嫩只会使他看上去比较怪异，面容浮肿僵硬，根本不会多显年轻。而如果生理年龄比实际年龄小，那他的容貌看上去一定是年轻的。比如吕良伟已经70了，他的健康状况报告显示，心血管、免疫系统、内分泌等各个方面都与40岁左右的成年人相当，而看他的面容确实也最多就50岁。所以为什么这位奶奶明明已经95岁，血管年龄却只有20岁，生理年龄不过30几？这背后藏着的绝不仅仅是运气，更是她多年如一日对身体的滋养与自律。当你看完她的生活习惯，就会发现，比起一味去卷外貌，真正值得坚持的是把身体养好，把生命养得鲜活。接下来就和咖啡屋一起看看这位奇迹奶奶到底是如何做到的。95岁奇迹奶奶的6大冻龄秘诀，赶紧学起来。第一点，规律作息。一个人要做成任何事情，最基本的就是要持之以恒。这位奶奶几十年雷打不动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晚上11点左右入睡，只有休息好了，才能维持记忆力和注意力以及身体机能。毕竟衰老最先反映出来的就是记性变差，无法保持注意力的集中。第二点，坚持运动。她会在家每天跟着广播节目做体操，活动筋骨。外出从来不坐电梯，坚持爬楼梯。力所能及的事情都是亲力亲为。在家还会包揽家务，准备3餐。晚上泡澡时在水中踢腿500次。别小看这些简单的运动，当一个人老了之后，经常动起来有助于唤醒身体，提高关节灵活性，增强心肺功能，锻炼下肢力量，促进血液循环和预防肌肉萎缩。第三点，动手动脑。任何东西不用都会绣。为了防止老年痴呆，他每天都会做一些手工，比如用缝纫机制作人偶或者修补衣物，来锻炼手巧并激活脑力活动，维持基本的认知能力。第四点，裸眼阅读。尽可能减少使用一些电子产品，但是眼睛也要用起来。他不忙碌时会去看一些杂志，裸眼阅读，不管有没有看清楚，也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，保持视力和注意力。第五点，均衡饮食。
其实人的身体健康除了运动，饮食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从来不吃油炸食品，每天都会摄入肉类和鱼类等蛋白质，早餐一般吃鱼肉和纳豆，午餐以蔬菜为主，晚餐以肉类为主。这样吃既能保证营养均衡，又非常健康，减少了慢病风险，所以才能维持他的身体健康。快100岁了还能做那么多事情。第6点，积极心态。活了近1个世纪的老人，经历当然也非常丰富。他经历过战争、地震，有7个家人都在地震中去世了，但他没有被悲伤击倒，反而更加珍惜生命。他说做任何事情都要拿出超级正能量，就这种积极乐观的心态也是他能长寿的一个方面。可以说这位奶奶的年轻，以上6点生活方式缺一不可。大家虽然不一定能够像她一样天生积极乐观，但是却可以像她一样去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。当身体机能变好了，维持年轻态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一是体态，挺拔度决定精气神。上面已经提到，其实一个人的视觉年轻程度和他精气神是否充沛关系最大，那么体态管理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如果一个人含胸驼背，脖子前倾，走路拖沓，整个人打扮得再好看，看起来也是没有精神、没有气质的。肩膀打开，脊柱拉直，不仅显得精神饱满，还能优化头肩比，让脸更小，脖子更修长。即使穿着简单的基础款，挺拔的体态也能让整体看起来更有力量，更鲜活。所以大家日常可以多做一些体态锻炼的运动，最简单的就是每天靠墙站5至10分钟，可以快速纠正含胸驼背、脖子前倾的问题。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富贵包的情况，还是要做一些开肩拉伸，比如门框拉伸或者毛巾拉伸都行。网上有很多视频可以学习，每天练几组，1个月后效果就会非常明显。二是穿搭，年轻感配色与剪裁。虽然上了年纪后，大家都希望自己看上去更沉稳，不想显得再刻意装嫩，但是也千万不要穿一身暗色或者松垮不合身的衣服，会让身材比例模糊，显得邋遢，整体缺乏活力感。最好是穿一些饱和度低的亮色，能提亮肤色，也显得人更轻盈。版型要选那种高腰线、合身但不紧身的款式，比如 A 字裙、直筒裤这种线条垂直的设计，遮肉又显腿长，搭配短款上衣，身形修长还有精神。三是头发护理，经提升整体精致度。老了之后，相比颜值更重要的是气质，而一个人的头发基本决定了他的风格。如果他的头发干枯毛躁，分叉严重，整体就会很没有质感，即便穿很贵的衣服也没有气场。同时也要考虑到修饰脸型的问题，如果发际线后移，贴头皮的发型则会让脸型显得更大更老气。当然也不要为了显发量多烫小卷，太板正规则的卷会比较僵硬，反而拉低气质。发量少的可以剪层次剪，能增加灵动感，比死板的直发更减龄。然后烫微卷，纹理不要太规则。眼睛比较疲态或者眼睛小的人也要留刘海，刘海不要太厚，要么弄空气刘海，要么斜分，尽量不要中分。四是皮肤，质感大于白皙。如果一个人的皮肤清透红润有光泽，那他就算是满头白发穿老年服，也一定是比那种气色暗沉穿衣服很年轻态的人更显得有精神的。比如秦怡和丽媛小卷差了20几岁，两人合影的时候，年轻的丽媛小卷看上去精气神却并没有秦怡好。所以老了之后，皮肤的光泽感非常重要，不要纯刷强势化妆涂白，而是要打造好气色，先养好自己皮肤。
然后把妆容重点放在口红和腮红上，不必化浓妆。一个人看着是否年轻，更重要的是气色看着是不是够好。有时候仅仅是涂一点口红不能完全盖过全妆的优势。2. 为什么有人显老，有人显年轻？可能是因为这几点。同样的年龄，有人显得苍老，有人精神矍铄，是基因的差异还是日常习惯的力量？一起来看看你为什么比别人老得快。1. 吃的比别人多。吃太多除了会让人变胖外，还会让人老得更快。2023年，德国科隆大学等研究人员在《自然》期刊上发表研究显示，限制饮食和抑制胰岛素信号，可以逆转大部分与衰老相关的变化。研究为如何促进健康衰老提供了线索，例如限制饮食。健康建议：吃得太饱会加重人的代谢负担，使一些有毒有害物质代谢不出去，加速人的衰老，但也不能吃得过少。吃7-8分饱益长寿健康。2. 睡得比别人少。睡眠不足困扰着很多人，除了让人犯困、精神低迷，还可能会加速衰老。2024年3月，清华大学体育部研究人员在《科学报告》期刊上发表研究显示，延寿的最佳睡眠时间是7小时，过长过短的睡眠时间都增加表型年龄，促进生物学衰老。健康建议：在睡觉之前尽量不要给自己外界的刺激，比如尽量减少运动，不要喝浓茶，调暗室内光线，给自己创造好的睡眠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睡前不要玩手机，否则可能睡得越来越差。有些人无论如何也睡不着，需及时找医生帮忙，摆脱睡眠障碍。3. 喝水比别人少。2023年，《柳叶刀子》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，每天喝够水，可能是延缓衰老、延长寿命的一种有效方法。该研究显示，中年人血钠超标时，变老、患慢性病、早死的风险显著增加。血钠正常偏高，通常是体内水分不足的标志。健康建议：感觉口渴再喝水已经晚了，建议大家每感到口渴时就要少量多次主动喝水，而且喝水没有最佳时间，可早晚各饮1杯，其他在日常时间里均匀分布，每次200毫升左右。4. 运动比别人少。2021年，美国阿肯色大学的研究人员在《衰老细胞》期刊上发表研究表明，即使直到晚年才开始锻炼，也可以减缓衰老的影响。运动可以减轻与年龄相关的甲基化转变，减轻骨骼肌的表观遗传衰老。健康建议：运动的方式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，可以跑步，也可以打篮球，可以散步，也可以做一套太极拳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锻炼方式。贵在坚持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荒废了。5. 防晒比别人少。除了内源性衰老属于自然老化是不可避免的，外界因素如紫外线辐射、吸烟、风吹日晒，以及接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也会引起皮肤老化，其中紫外线辐射是导致皮肤外源性老化最主要的因素，也称为光老化。健康建议：光老化是可以控制的，只要平时做好防晒工作，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，就可以控制或减缓光老化皮肤所造成的伤害。做好防晒可以选择物理防晒，如戴帽子、戴口罩、打伞或穿防晒衣等，也可以选择外擦防晒霜。6. 情绪比别人差。2022年，香港中文大学等多个研究机构科学家在 Aging Us 杂志上发表研究证明，衰老不仅由生理因素决定，还受心理状态的影响。研究人员分析发现，
综合全部8个心理变量，较差的心理变量水平会加速 1.65 年的衰老。这8个心理变量分别是烦恼、缺乏专注力、抑郁、绝望、害怕、难以入睡、伤心、孤独。健康建议，当火气上涌时，有意识地转移话题或做点别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，如看电影、听音乐、散步等，使紧张情绪松弛下来。再比如，遇到不愉快和委屈时，不要压在心里，向知心朋友或亲人说出来或大哭一场，以释放机遇。7. 压力比别人大。2023年发表在权威期刊《细胞代谢》上的一项研究表明，重大压力之下，人真会变老。但好消息是，一旦个体从严重的压力中走出来，压力导致的衰老还是可以逆转的。健康建议，想延缓衰老，就要学会释放压力，常做深呼吸，多交几个朋友，经常出去散心，这些都是简单有效的减压方式。8. 基因比别人老。为什么有些人看着显老？这还可能跟基因有关系。2016年发表在《现代生物学》上的一项研究发现，一种叫黑素皮质素受体1的基因与是否显老密切相关。MECR 基因与面部色素沉着、皮肤结构、色素斑点、细胞修复能力、炎症风险有关，而变异后的 MECR 基因可能让人对紫外线更敏感，也易导致皮肤结构改变，弹性变弱，更不紧致，看起来就更老了。健康建议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衰老不可避免的到来。如果自己属于老得慢的范畴，自然值得高兴；如果不是，积极从日常生活方面进行改善，调整作息，均衡营养，慢慢的调理过来，一样有减缓衰老速度的可能。人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，所以生活的过程很重要，把当下活得精彩，未来才能精彩。而且现在生活的每一天都不能再重来，如果每天都在想着怎么熬过这一天，那么生活肯定是不会太有幸福感的。所以转变自己的心态，积极去过好现在的日子，而不是一直焦虑未来非常重要。就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开始，一点点改变自己，等到七老八十的那天，再看自己的面貌，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。这位95岁的奇迹奶奶，用她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方式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冻龄，从来不是停留在皮肤表面，而是活在骨子里的鲜活与坚韧。她不靠昂贵的保养品，不靠花哨的外表修饰，而是用规律的作息、适度的运动、简单的饮食、积极的心态，把生命养得健康而丰盛。人终究会老去，皱纹和白发不可逆，可只要身体的机能不垮，心态不老，我们就能在任何年纪都活得精神饱满，目光澄澈。与其执着于遮掩年龄的痕迹，不如花更多心思去滋养身体，修炼心性，把岁月活成一种从容与底气，让别人看见你的第一眼，不是年纪，而是藏不住的生命力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这样一位鲜活的自己。从今天开始，调整作息，养好身体，照顾情绪，远离坏习惯，用自律和热爱为未来的自己铺好底子。哪怕头发会白，眼角会起纹，也能在岁月里安然生长，活成最自在、最有底气的样子。别忘了，年轻从来不是皮囊，而是骨子里那份鲜活的生命力与热气腾腾的活力感。愿你我都能如此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我们下期节目见。